这个水龙头已经走不紧，会滴水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换一下这种浴室的水龙头。我们买了一组水龙头，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基本上一组里面就是会有这个莲蓬头的管子，然后一个莲蓬头，这水龙头的本体，莲蓬头的架子，这边有一个零件盒，类似反耳的东西，带开关的，左右各一个，就可以用一字起子把这个开关锁起来。这边是接墙壁，这边接水龙头，贴在墙壁上面的罩子，还有两个这个橡皮垫圈。你们家假如是公寓的，你不太讲上去关水的话，就要换这种开关。这样下一次换水龙头的时候就不需要上楼关水。但是这种开关也是有缺点，它久了之后也是这个部分这里会渗水出来。老款的话是没有带开关，不能关水，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这一个机构，所以这边也不会渗水出来。像这一款的话算是中高价位的产品，像它这个的话就是整颗是比较大颗一点的。然后这个手柄也都不是镂空的，有的是镂空的，那种就是为了节省成本。像它这是整根的，然后比较厚实的，这种就是会比较高价的产品。水龙头会有贵有便宜，主要就是在于这一颗水龙头的材料。那你当然像这种实心的做得越厚的，成本就越高，它就会卖得越贵。它这个水龙头的，它这个部分呢，它是老款的，就是没有带开关的。好处就是以后不会从开关的地方漏水。它的坏处就是不能关水。我们刚刚已经上楼去把水的总开关关掉。那因为他们这边是电梯大楼，所以上去关水不麻烦了。我们今天可能不考虑换这一颗，那我们只是换前面水龙头的部分。需要的工具大概就没几样了。一字螺丝起子就是要转那个开关，那另外的话就是活动扳手，或者是类似这种可以调节的活动扳手。这两只都是活动扳手，区别在于它这个是平的，没有牙齿的。那这一种呢是有牙齿的，这边是有牙齿的。所以这一种的话，会把水龙头的表面刮伤，尽量使用这种没有牙齿的、这种平滑的。还有一种是从这边调节的，这样转，就会打开或者是缩小，那种也可以。一般那一种大概都是平滑的。因为我们要转这种漂亮的地方，我们就使用这种没有牙齿的。先把这个软管转下来，这个软管这边有一个垫片，橡皮垫不要丢掉。确定没水了嘛？那我们就把它转起来。主要就是左右两边要同时，比如说我刚刚松开了一点，那现在就要松左边的，你不能一边拆下来了，另外一边还卡在上面这样子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垂直的，所以这个东西要直直的进去，然后直直的出来。正常来说，这个转松了之后，就可以用手来转，稍微把它扶正，手就可以转得下来，这样子就拆下来也不难。它这个地方也是有橡皮垫片。一般这种东西设计的时候，如果有安装橡皮垫片的话，就不需要用止泻带。如果是金属锁金属，然后没有橡皮垫片的话，就一定要用止泻带，不然它就会漏水。这是我们的新的水龙头，稍微比一下，每一款的水龙头它有可能间距会不太一样，它这个刚好是合的。如果不合的话，你就要调整这两颗，要窄一点就要往中间挤一点，要开一点就往外面扩一点。锁这个东西的话，都是顺时针锁紧，所以尽量调整的时候，尽量不要逆时针调整，可以的话都顺时针调整，就是要越调越紧，越调越松，有可能水就会从墙壁这边渗出来。安装这个地方，它的设计是需要加一个橡皮垫，买的时候它就有附了2个橡皮垫。因为它这是一个凹进去的，所以你这里放橡皮垫比较方便。要不然你这样子放在这边，你要安装不好安装。把橡皮垫放好，然后再这样子锁上去。锁这个的话，要注意它有没有入牙。我们一般会先逆时针转，然后确定螺帽有入牙之后才正着转。我们先把它扶正，扶水平，左右两边都水平的锁进去。我们里面垫的是橡皮垫，挤压过头，橡皮垫就会破裂，就没有止水效果，就会漏水了。只要把它转紧就可以。当然这是需要有一点点经验啊，不会漏水就好。好，基本上我们这样子就差不多完成。那这个莲蓬头不要换的话，我们就照原本的装回去。但是有可能这个橡皮垫老化之类的，有可能会从这边渗水。如果渗水的话，就要换这个橡皮垫。那这边一样也是有橡皮垫，所以我们也不能过分的锁紧。准备开水，
打开水开关来试一下。在这里有一个滤网，这个滤网呢要定时的做清洁，会有铁屑啊、渣渣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就会影响到水流量。现在水已经开了，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水。觉得有漏水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要再稍微锁紧一点点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水龙头打开，这滤网刚好拔下来，那它脏东西它就会直接流出来。冷热水两边都要。它脏东西它就会跟着喷出来，然后热水这边也是一样。滤网再把它转回去，基本上它这个用手锁紧就可以了，它只要不会从旁边喷出来就 OK。用手锁紧的好处就是你下一次清的时候用手可能就可以打开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